非有消息。立陶宛政府最近发布了去年 DHL 737货机空难的中期调查报告，证实了前期的猜测。关于此事，我们当时曾分析说，怀疑与飞行员的操作不当有关。空难事故发生在2024年11月25日凌晨，当时 DHL 的一架波音737货机从莱比锡飞来，正准备降落在维尔纽斯机场。DHL 大多采取分包运营方式，当时为它飞行的是西班牙 Swift Air 公司的737-400货机，注册号 EC-MFE， 机龄30年。波音当年的飞机都非常的结实，很多的737-400在客运退役后都被改装为货机，最终可以使用40年左右。因此30年的波音737-400货机不算十分老旧，但老化之后有些部件容易出故障，需要特别的关注。本次空难经调查发现，液压系统存在故障。波音737有3套液压系统，分别是系统 A、系统 B 和备份系统。当时 B 系统存在故障，这导致了降落时飞机的襟翼没有放下，但飞行员起初误认为已经放置到位了。襟翼是提高飞机升力的装置，主要在起降时使用。它安装在机翼的后缘和前缘，使飞机的机翼变大变弯。波音737有非常精细的襟翼控制，可于5度到40度多级扩展，每扩展1级就可以支撑飞机保持更低的飞行速度。如果没有正常设置，就降低速度，会因为升力不足逐渐向地面下沉，这个过程相对缓慢，不易察觉。如果距离地面较低，则比较难以挽回。另外，当时是凌晨航班，可能存在着飞行员疲劳问题。货机多半在夜间飞行，飞行员可能不如白天那样的清醒。立陶宛的中期报告没有明确指出这个问题，但是提及说3点26分15秒的时候，管制员要求机组接下来与塔台联系。机长说明白，但随后却2次切换到了错误的通信频率上。飞行记录还显示液压 B 系统在3点17分34秒已经失效，但直到10分钟后的3点27分56秒，副驾驶才注意到襟翼没有正确展开。如果及时发现并切换到备用液压系统，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。现代化客机的襟翼即使完全卡死也可以安全降落，只不过要提升很多的速度。副驾驶在发现襟翼问题时，这架飞机距离地面已经太近了。3点28分7秒的时候，驾驶舱出现了 too low 的警告，随后不到2秒钟，飞机撞击地面。本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，3人重伤，飞机完全报废。中期报告还揭露说，飞机可能存在防冰不当的问题。飞行员曾经讨论过防冰问题，说打开了防冰系统，但实际上在调查时发现开关处于关闭位置。幸运的是，飞机在接地后并没有立即解体，而是在地面滑行一段距离后才撞到民宅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伤亡。国外发生空难时，一般都会及时发布初期、中期和最终3版报告。本次空难事故的最终报告估计会在事故1周年前夕发布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